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一部震撼视觉和人心的惊悚电影《不》，它是逃离绝命镇的导演乔丹·皮尔编导的新片，今年7月份刚上映。不的英文名叫 No， 是美俚语，不要拒绝的意思。别小看这个单词，它可是整个故事的金手指，关联到电影表达的核心目的。这次甲方爸爸超给力，邀请了奖项拿到手软的霍伊特·范霍特玛加入。他还有个外号，人称诺兰专用摄影师，拍过《星际大战》、《敦刻尔克》等影史名片。就算你对剧情不满意，也不会说它画面不好看。所以不在视觉上很有冲击力，用大屏幕观看效果最佳。我只跟你们说说它到底是个什么故事。影片开头是诡异的定格动画，在暴雨中行驶的列车上，一只猴子断手正优雅地搅拌咖啡，背景音却是2个大人和孩子说相声，给名叫歌迪的准备生日礼物。随即出现气球爆炸声响，紧接着屏幕变黑，一行圣经语录浮现：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没你，为众目所观。这句话提纲挈领，后面就是预言式的奇观了。先展现一只黑猩猩杀人的场景，接着镜头一转，男主 OJ 登场。他家是开牧场的，但不养牛羊，专门养马。马在以前是个紧俏货，800里飞书都得他来。但在汽车满地跑的时代，马的作用只剩娱乐性了。西部片赛马马术俱乐部成为他们的主场。OJ 家跟好莱坞有商业往来，专门训练马匹参与屏幕拍摄。这一行出了名的卷，他家生意比较惨淡，已经到了靠卖马维持生活的地步。老父亲满面愁容，但还是强装镇定鼓励儿子。谈话时聊到有家不归的妹妹，两男子汉都无话可说。老父亲抬头望天叹气， OJ 默默往家里走，拿出手机给妹妹打电话。他用的超薄老人翻盖机，并非只是故事发生在哪一年，而是展露 OJ 的性格沉稳老实，没多少花心思，所以会子承父业。后面妹妹用的是触摸屏智能机。OJ 刚敲几个数字，手机突然宕机，父子俩以为信号不稳，却听到空中传来哨音，一朵超大白云停在他们头顶正上方，旋即不明物体冰雹似的往下落，砸得地面灰尘四起。OJ 没搞明白怎么回事，转了一圈去看父亲，哪知对方脑袋耷拉着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OJ 赶紧给人送医院，路上老父亲血流不止，为防他失去意识， OJ 引导父亲报马名，其中2匹马戏份很重，叫幽灵和幸运，幽灵就是刚刚那匹白马。等 OJ 赶到医院还是迟了，老父亲一命归西。杀人凶器居然是一枚硬币，马匹幽灵则受了小伤，马臀被钥匙刺出血。硬币和钥匙为何会从天上掉下来呢？ OJ 没有深究谜团，半年后开始接拍摄单，但自己性格木讷，不善交际，妹妹小艾成了他的嘴替。片场 OJ 领着黑马幸运站在绿幕前，甲方工作人员也已到齐，但小艾却迟迟没来。场记催促他快速开个安全会议。正当 OJ 尴尬的身若蚊蝇，妹妹出现了，在镜头面前滔滔不绝。小艾是个大方洒脱的妹子，志向与哥哥大相径庭。她喜欢骑摩托、缝纫和演戏，掺和公司工作只当是副业。但祖上有件事让她很骄傲，历史上第一个连续镜头出现在1877年，是英国摄影师埃德沃德·麦布里奇拍摄的黑人骑马动态图，由12张照片构成。但人们只看到飞奔的马，将拍摄者标榜为电影之父，那位黑人却没有留下名号。导演在这里钻了空子，将 OJ 一家设定为那个人的后代，家族名叫海伍德， OJ 帽子上的 H 和奔马标记与此对应。这种安排有些唏嘘和讽刺意味，不过相比于另外2部，乔丹皮尔收敛了很多。接下来彩排开始，视效组先用光检器收集光线情况，孰料幸运在反射镜面看到自己的眼睛，当场不受控制暴走，踢飞了化妆师的包包。尽管没人受伤， OJ 这单工作却泡汤了。他需要钱，打算将幸运卖给朱普乐园。妹妹最初在乐园四处晃悠，无意抢了小孩拍照前的镜头，赶紧奔哥哥身边。兄妹俩聊天时交代了一件事， OJ 不想卖马求生，有挣钱赎回来的意思，这为后面的行为埋下动机。说到朱普，大家想必对他很熟悉，没错，他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外卖小哥格伦。整个乐园是以他为主题运行的，
眼下他正在筹划外星人大抓捕项目。OJ 本来打算钱货两讫，毕竟朱普和老父亲开过条件。哪知妹妹有个明星梦，哥哥在谈生意，他却在旁边插话。朱普办公室有很多细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墙上挂着的黑猩猩生日海报，这幅海报画了情景剧《家有歌迪》事故，对应开头猩猩杀人事件。小朱普在1996年参演这部剧。1998年，有只扮演歌迪的猩猩突然狂暴杀人，小朱普亲眼目睹，留下了不小的童年阴影。家有歌迪就此停播，但资本没有停止捞钱，整件事过于引人注目，家有歌迪的粉系还在增加，资本便将歌迪周边和事故现场的证据放入暗房，要想参观就得交钱。为了满足粉丝的好奇心，还诞生了一个还原现场的小品，参演者全是有名有姓的大明星。到这里，导演才暴露野心，他在讽刺当下诸如迪士尼的敛财模式、主题套房、双胞胎儿童宫等骚操作，同时也在讽刺观众丧失主见，被资本牵着鼻子走。小艾在听完朱普的讲述后，便想找出那个小品看一看。OJ 对此倒是无感，朱普想买下整个马场，他还在犹豫。兄妹俩回家后忆往昔当年，小艾以前没这么离经叛道。他9岁时收到一匹马当礼物，取名牛仔外套。老父亲那时候接到个西部片的驯马单子，小艾年纪太小，难当大任，牛仔外套就由父亲和哥哥训练了。小艾只能趴窗户伤心。哥哥 OJ 会在马场对窗户做手势，表示我正看着你。然而那不是正统的西部片，在父子俩哼哧一顿泪之后，片方居然改用了骆驼，他们算是白忙活了。但在 OJ 心中，父亲的形象光正伟岸，马场是他经营的心血。OJ 不想让老父亲的努力付诸东流，意味着他要拒绝朱普，同时也埋下后面行为的第二个动机。这时，妹妹发现幽灵在外面。影片进入第2章节 ，OJ 出去安慰幽灵，小艾在家里外放音乐跳舞。幽灵在音乐响起后，突然窜出围栏狂奔 ，OJ 开着车在后面追。没想到都跑出自家牧场外面了，也没能找到幽灵身影。倒是不远处，朱普家亮着灯。朱普正用大喇叭高诵台词，说是过去半年的每个周五，他与家人都能看到控制奇观。话音刚落，奇观在 OJ 面前现世，朱普家的灯光莫名熄灭，周围隐隐有马踏泥地的奔跑声，上方的天空传来熟悉笑音，空中有个形似外星飞碟的东西飘过，之后电力才重新恢复。OJ 马也不找了，麻溜回到家里看监控，结果既没看见马，也没发现那个飞碟。小艾原以为是普通的停电，见到哥哥神色不对，一问之下得知他看见了 UFO。之前老父亲去世，官方诊断是螺旋桨飞机散架杀死了他。OJ 对此并不相信，直到今晚听见熟悉的笑音，他心里有了答案，可能是外星人杀死了老父亲。不过现在没法追究，妹妹想到了赚钱法子，要是能把 UFO 拍下来，肯定有人愿意出大价钱买 UFO 的证据，兄妹俩名利双收不是问题，马场也能正常经营了。因此 OJ 同意小艾的做法，他俩到超市买监控器，要那种在停电后有备用电池支持运行的。收银员是个叫安吉尔的小伙子，也是个 UFO 迷，极力推荐上门安装。小艾本来拒绝3连，在安吉尔提到 UFO 后，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猜测，只能让他跟回家装监控。期间小艾谎称出门买东西，留 OJ 看着安吉尔。OJ 不太会隐藏真实目的，让安吉尔将摄像头抬高，明显是要拍空中的东西。安吉尔猜出个大概，说 UFO 改名了，不再是不明飞行物，为防引起大众骚乱，减少关注度，改成 UAP 不明空中现象。两人正闲聊间，小艾开着车从外面回来，喊他们去卸东西，说是顺路拉回来驯马用的假马。这玩意儿前面给过镜头，是朱普乐园的摆件。小艾做了回贼，安吉尔识破小艾目的，估计假马是用来吸引什么的诱饵。心知肚明的两人没有挑开了说，岂料朱普这时出现，远远朝他们喊话，结果看见和自家假马相同的假马，连飘带都一样，3个人原地尴尬非常。好在朱普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而是给邻居送家庭表演门票，就是前面提到的外星人大抓捕。朱普走后，安吉尔的工作也忙完了，他本想套近乎留下，却遭到小艾的逐客令，只能灰溜溜离开。监控装好，兄妹俩坐等奇迹出现，但天空没有异响，反倒是家里马厩出了事儿。电灯开关莫名被打开， OJ 看着亮光的马厩，进去后发现没人，关上开关转身离开。哪知他刚走到门口，电灯再次亮起，
返回去一望，便见开关旁边有个小小的影子站起来，一步步诡异地向他挪。OJ 连忙拿出手机准备拍照，然而马房里又探出一个头，他怕双拳难敌四手，摆弄相机的功夫，身侧横梁上却倒垂个矮子，着实吓了 OJ 一跳。他心一横，拳头砸出去，矮子踉跄倒地，头套掉落。原来眼前3个外星人都是朱普的孩子，因为小艾偷了他家的假马，故意过来捣乱，还放走了白马克洛弗。OJ 只能半夜出去抓马，小艾没事瞅瞅监控，忽然屏幕中央被螳螂霸占，小艾吓得心里一惊，接着便接到安吉尔电话。原来安吉尔在偷偷远程监控，他发现摄像头 A 出了故障，B 摄像头被螳螂影响。果然，事情就是这么不凑巧，监控全宕机的间隙 ，OJ 拉着克洛弗回马厩，路上看见马厩灯灭了，克洛弗似乎受到什么刺激，摆脱 OJ 撒丫子狂奔。这时一阵龙卷风裹住甲马，位置就在 OJ 身后。他反应过来时，便见甲马被吸进了云层，远处的小艾也看见了，只有待在超市的安吉尔还在为监控焦躁。意识到 UFO 离哥哥很近，小艾隔空大喊让他快跑。OJ 连忙躲进附近的木棚，抬头望天，只见云层里有个阴影转来转去，似乎正在寻找目标。整个牧场的电力和信号消失，小艾和安吉尔的通话猝然挂断，但 B 监控还能转头，表示它还在运行。小艾找梯子爬上去对付螳螂，却不知圆形阴影已经盯上了目标，正是绕圈狂奔的克洛弗。最终克洛弗还是被追上了，在一阵凄惨骂鸣过后， UFO 飘然离开，那只螳螂也从镜头前飞走。来去的时间过于巧合， OJ 有点不可置信。事后盯着监控研究，小艾经此一事有了退却心理，想要今晚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但 OJ 可舍不得牧场，他要养家糊口，明早得早起忙工作。认识到现实的残酷，小艾只能口吐芬芳，抵消内心的恐惧。第二天，兄妹俩重整思路，想邀请传奇摄影师安乐加入。安乐前面在片场出现过，对小艾的滔滔不绝还有印象。作为过来人，奉劝小女孩不要瞎想，脚踏实地做事儿比做梦来的实际。言外之意，她拒绝加入。不过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安吉尔有了新发现，在白云浮动的蓝天上，有一朵云自从架好新摄像头，整个白天都没动过位置。OJ 后知后觉感慨，半年来他看着这片天空竟然没有察觉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伪装云吗？可是这片云还不能算作 UFO 的证据，毕竟天气异常并不罕见，他们需要 UFO 现身的录像。这时 OJ 说了句难以理解的话，它可能不是飞碟，那么云层中到底藏着什么呢？下面的故事开始逐步解密了。先将黑猩猩杀人原片放出，小猪普和2位主持人在彩排歌迪的生日，他准备了小礼物，另一个女孩却搬出大纸箱，打开后里面飘出彩色气球，没想到气球升空时猝不及防爆炸了，响声让歌迪狂暴，现场乱作一团，猩猩吱哇乱叫，现场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。小猪普躲在桌下，隔着沙发看黑猩猩猛揍女主持人，还能听到咀嚼尸体的吮吸声。男主持人从旁边冲出来，同样遭到猩猩无情暴杀。由于被拖到了隔间，小猪普没看见第2个血腥场景，视线反被一只竖立在地的鞋子吸引。竖鞋相当于一个奇观异象。影片开头片段回收，猩猩结束男主持人性命，坐在沙发旁休息，转头看见桌下的小猪普，他满身血走过来，但没有显露暴力的一面，而是向猪普伸手碰拳。注意拳头高低的位置，猪普的暗房挂着张碰拳照片，是猩猩被训练的结果，但猪普的拳头在上面，预示着身处掌控地位。现在猩猩反客为主，成了生杀予夺的制裁者，只是热血难敌冷兵器，猩猩被一枪爆头。这件事儿成了猪普的童年阴影，现在想想都后背发寒。后来他不养猩猩了，也没有引以为戒，改用训练马匹吸引观众。预报说今天会有暴风雨，表示这一天不会平凡。安吉尔给监控镜头装防水布， OJ 在马粪里捡到猪普乐园的邀请单，原来猪普的外星人大抓捕今天拍摄， OJ 福至心灵，声称要去接回幸运，于是离开了牧场。而猪普那边的拍摄已然开始，现场还有很多空位，显然宣传效果不是很理想。观众席有个戴面罩的女孩，是歌迪的生日中那位放气球的孩子，她没有死，但脸部和右手严重受创。
这位在现实中有原型，原型还上过美国知名的奥普拉脱口秀。介绍完儿时搭档，朱普背对观众，酝酿着说出旷世奇观的台词。他衣服后背有个飞碟刺绣，拉开身边的巨型幕布，下面竟是关在玻璃中的幸运。此刻一个秘密揭晓，朱普早在6个月前就注意到了飞碟，意识到飞碟会吞马，所以不计价钱购买 OJ 的马匹，意图用幸运吸引飞碟现世，顺便让自己的孩子扮演外星人表演节目，想在赚足观众眼球和 money 的同时，把孩子们也捧成知名童星。然而结果比较凄惨，圆圆的飞碟确实过来了，可他不按套路出牌，没有对幸运动手，而是在现场刮起大风，将所有凝视他的人类吞入腹中。原来所谓的飞碟不是 UFO， 而是体型硕大的食肉类动物，后面我就用怪物称呼它。等 OJ 抵达乐园，这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只有幸运还待在玻璃里一动不动。 OJ 不敢贸然上前，因为怪物还在附近徘徊。当 OJ 发出声音吸引幸运时，怪物的圆形巨口扑面而来，好在 OJ 及时躲进建筑，他没有被吸走，只是晕了过去。临到夜晚，暴雨如期而至， OJ 将幸运装车运回家，路上给妹妹打电话，告诉她那不是飞碟，而是有领地意识会吃人的食肉动物，岂料还是晚了一步。安吉尔的车在半路歇火，只能先躲进小艾家，但家里已经停电，信号消失。明明外面正在下雨，窗台前却没有雨滴，上方还有许多人的惨叫声传来。安吉尔和小艾只感手脚冰凉，一个躲在桌下瑟瑟发抖，一个趴在沙发旁不敢说话。他们意识到他就在屋顶上方。当惨叫声停止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开始往下砸，大量血水沿着房檐、窗户流了满地。他在向 OJ 等人示威，顺便呕吐腹中无法消化的杂物。OJ 刚好驱车至附近，虽然他及时歇火，却仍然被怪物注意到了。OJ 偷偷开了个车门缝往外看，果然看到上方对着个黑窟窿，那是怪物的入室通道。OJ 瞅了一眼，又轻轻关上车门，自言自语了一句闹。这里终于有点题意味了。他拒绝凝视怪物，所以没被杀害，但还是遭到惩罚。那匹甲马从高空坠落，砸烂了 OJ 的前窗玻璃。不久后，天光大亮，暴雨停歇。OJ 试图将车往前开，有意接妹妹和安吉尔离开这里。不过他不能用拖马车，只能选安吉尔完好无损的面包车。岂料怪物并没有走远，在三人全部暴露在外时，忽然出现。OJ 灵机一动，想到幸运看眼睛会暴走，那么盯着怪物看可能也会惹怒他。OJ 索性低下头看地面，怪物意料之中离开了。三人得以驱车逃走，躲到安吉尔的住处。事后 OJ 将看眼睛就会被吃掉的猜测告诉另外两人。其实他还心系牧场，认为只要摸清怪物行动规律，给他一个诱饵，就能拍到震惊世人的录像。小艾和安吉尔心有余悸，一开始不赞成，谁知半途接到摄影师安乐的电话。安乐昨晚看到朱普乐园失踪40人的报道，这才相信小艾没有撒谎，因此主动上门寻合作，想拍下飘在空中的外星生物。这是不为名利，只想拍传奇影像的艺术冲动。有了大神的加入，他们重振旗鼓，拟定新计划。OJ 也将推测和盘托出。之前怪物对他们发飙，估计是被甲马卡住惹怒了，但他留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，而是因为朱普。朱普想要驯服一个强大的捕食者，用对待猩猩的方式对待怪物。猩猩尚且会暴走，更何况这只怪物，所以他要引怪物出来，跟他达成某种协议，而不是驯服他。OJ 为此给怪物起了个名字，叫他牛仔外套，这为最后结局做了伏笔。在指引他出来录像的基础上，4个人开始实施计划。首先他们要知道牛仔外套的位置，但凡他经过的地方会有电磁干扰，那么沿途摆放鼓风机吹起的充气人偶便能掌控它的位置。鼓风机由科技达人安吉尔处理，为防引起外界注意，安吉尔去废车厂偷电瓶，充气人偶则由小艾制作。别忘了他的兴趣之一是缝纫。OJ 当那个引蛇出洞的诱饵，将牛仔外套带到镜头里。安乐负责在山头拍摄，不过数码摄像机有缺陷，他会使用手摇式胶片摄像机。一切就绪后， OJ 给幸运戴上头套，以免他看到怪物的眼睛。安吉尔在山头帮助安乐，小艾则留在家里看监控。
众人准备充足，牛仔外套却迟迟不上钩。僵持局面被一个八卦记者打破，对方想深挖朱普乐园事件，见小艾对他不理不睬，于是骑着摩托在牧场狂奔，岂料遇上了电磁干扰的牛仔外套，当场表演个人仰车翻，相机直接摔坏，记者腿骨惨遭折断。OJ 冒险上去救人，记者却要他先拍下事故镜头。眼看牛仔外套出来猎食， OJ 不敢久留，记者为了名利不幸成为食物， OJ 也被牛仔外套盯上。他在危急时刻低下头躲过一劫，但这不是 OJ 的目的。趁着牛仔外套分神， OJ 戴上了帽子，帽子后面是2个类似眼睛的圆布。牛仔外套以为在看他，因此紧追 OJ 不放，这正是 OJ 要的效果。他借此将牛仔外套引进安乐的镜头范围内，在即将被吞入腹中时， OJ 放出马背上的彩色飘带。之前牛仔外套被带有飘带的假马糊弄过，心里还是有些忌惮的，所以紧急刹车改道溜走。 OJ 随后躲进旁边的木棚。刚才惊险一幕被胶片相机拍下，已经足以让他们名利双收。可是在艺术上有追求的安乐并不满意，因为光线不够好，他想拍下真正的影像奇观。于是只身涉险，在更高的山头凝视牛仔外套，努力摇动手中的胶片相机，但他最终还是为艺术献身了，成为牛仔外套的腹中餐。安乐的结局其实和朱普乐园互相成文，这就是乔丹皮尔如此安排的原因。在资本操控的当下社会，真正的艺术只有死亡一途，因为艺术往往只有少数人在坚持，不免令人唏嘘。而资本的过度介入也会物极必反，就像朱普一家被牛仔外套玩灭同样，可他们却名利双收，又让人觉得讽刺。说回正题，安乐的行为彻底惹怒了牛仔外套，现场相机被他无情破坏，监控录像室也未能幸免。眼看3人就要成为盘中餐，安吉尔急中生智，在身上绑满荆棘绳，巨大的疼痛令牛仔外套哭唧唧，安吉尔得以幸免遇难。但牛仔外套没有就此放弃，转头露出真正形态去追小艾。这个怪物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。小艾直奔记者的摩托车，可惜在电磁干扰下根本无法发动。哥哥 OJ 为救小艾，骑马上前吸引牛仔外套的注意。小艾不愿哥哥就此牺牲，让他快走。OJ 却做出了我在看着你的手势，意思是让小艾听话快跑。小艾以同样手势回应，终于理解 OJ 的意图。还记得前面小艾9岁的故事吗？这个手势应该是兄妹俩的暗号。小艾专注盯着充气人偶，当 OJ 将牛仔外套引开，充气人偶恢复状态。小艾看了眼牛仔外套，这才启动摩托奔驰。他小时候错失自己人生中第1匹马，这次他要训练同名同姓的外星生物，因此一路将牛仔外套引去朱普乐园，随后解开巨型氮气人偶的绳子，超大氮气人偶飘向空中，牛仔外套瞬间被吸引过去。同时，小艾拿起散落在地的硬币，打算用拍摄景拍下牛仔外套猎食的一幕。最终他如愿以偿。不过牛仔外套在吞入巨型人偶后，自身也在空中炸成碎片。小艾看着飘落的牛仔外套，说出了憋闷内心许久的狠话：没有人能惹海伍德家的人。此后不久，媒体蜂拥而至，不明的外星生物被大肆报道，无数相机对准躺在地上的小艾，可他却无暇关心，艰难从地上爬起，对着另一个方向露出笑容。世外桃源的门框后面站着他帅气勇猛的哥哥 OJ 身姿笔直地骑在马上，一如1877年那组连续奔马镜头中的黑人，但这次黑人有了姓名，他叫 OJ。布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或许你会感觉乔丹皮尔的说教意味太重，整个外星生物却搞成了预言式说书3观，还能不能让人好好看大片了？但这部导演个人风格浓厚的布作为大片不合格吗？乔丹皮尔用了顶尖摄影师，镜头上绝对没得挑，剧情上也一环扣一环，前面疑点重重，后面一步步揭秘答案，而且爆点不断。外星生物猎食朱普众人，血水从房顶流到地面，假马猝不及防砸烂车窗，最后拍摄大战外星生物的戏也惊险刺激。观看时总是在想，他们要如何摆脱外星生物，要如何达到目的，保下牧场？难道会像克苏鲁世界观那样，将外星生物塑造成无法反抗的外神吗？这些足以构成大片的爽感了，只是没有用观众熟知的奇幻未知或血浆来展示而已。
结尾皮尔处理的也出乎意料，他没有落入窠臼，没有草草结束，没有在外星生物死亡便出现字幕，而是安排 OJ 坐着马来迎接妹妹小哀，这和片头奔马动图相呼应，让整部影片有始有终，有源可溯。不过皮尔拍布的灵感是奇观二字，种族隐喻反倒是次要。比如朱普小时候因少年警长走红，他变成了某种奇观，黑猩猩哥迪同样如此，但黑猩猩反抗自己被砍，朱普却被利欲熏心，长大后筹划各种项目，利用人造奇观吸引眼球，但他最后也被奇观所吞噬。想要从奇观的漩涡中摆脱出来，至少你得保证自己不变成奇观。然而小哀可能没做到这一步，他拍下了外星生物进食的照片，后续自然会被各路媒体竞相追捧，成为资本新一轮的敛财奇观。但布的寓意不仅如此，扩大来说，布还有一个反好莱坞大片的内核。总之建议同学们去看原片哦，配乐和叙事节奏全部卡点，看完绝不后悔。好啦，我的解说到这里也结束了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，想看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